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象频道。今天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所有海内外反动公知、带路党、恨国党、反贼的基本情况，包括他们的出身、构成、特点以及详细名单。在此特别鸣谢油管网友 ID 闷男人提供的部分资料。今年全世界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内外都涌现了大量的汉奸走狗卖国贼，有的是跪舔的反动公知带路党，比如周孝正、张家墩、夏叶良之流；有的是负案在逃的腐败官僚，比如蔡霞之流；有的是被红色通缉令通缉的犯罪分子，比如郭文贵之流；更多的是黑户口、没有身份、没有文化的轮子，为了自己的生计去反共。比如过气的网红凤姐，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在美华人现状系列里边有一期，标题是凤姐吐槽美国梦碎，华人活得不如狗那一集，仔细去看看。还有的呢，就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脑残愤青，被反动公知带路党法轮功一忽悠就相信了啊，跟着他们一起来反共反华。目前海外恨国党主要的聚集地在美国、英国、台湾、香港、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反华媒体包括美国之音、澳洲之音、法广新闻、德国之声、明镜电视、自由亚洲、新唐人、大剧院、BBC、CNN 和一些油管的自媒体等等。其中的港独大多说的都是粤语、广东话，属于自娱自乐、自导自演，也没人听得懂。台独群体包含着网红、媒体人、政治人物那些绿蛙、台独绿蛙，他们属于井底之蛙。海外恨国党群体里边，年纪大的都是89年6·4事件之后出去的那帮人，比如余茂春、方励之、王丹、杨坚利之流。年纪轻的大多都是贪二代、轮二代，他们只会造谣抹黑，这群人基本没什么战斗力和一技之长，只知道反共，就是一群无业游民。很多人还没有所在国家的身份，都是黑户口。他们只会抓住中国屁大点的事情无限的放大，并且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的造谣抹黑。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杀不完的汉奸走狗卖国贼，也有数不尽的英雄豪杰。像他们这种不忠不义、卖国求荣的人渣垃圾，死了之后连他们的祖宗都不会认的。他们这些恨国党、带路党的下场就只有被消灭、下地狱、做孤魂野鬼。从古到今，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他们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唾弃，人人得而诛之。他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的美国野店马上就快不行了，他们这种垃圾人渣就快没地方领狗粮了。他们又不敢回国，回国肯定都被抓起来吃官司。他们又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气魄宁愿吃官司我要回国，没有，全是怂货软蛋草包，真是可怜我真为他们可怜，我跟你讲。但是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国内的反动公知、带路党、恨国党群体主要分为下面几种。第一种是早年移民海外，拥有外国国籍，在海外混得很不好，然后回国之后利用自己的外籍身份和国家吸引海外人才的优惠政策，享受着各种优惠的待遇和特权。里面有很多是娱乐明星我就不点名了娱乐明星没什么好点名的，戏子而已第二种就是无良的红二代、官二代、富一代、富二代，他们利用父母辈在体制内的人脉关系，勾结各级政府里面的腐败分子，霸占公共资源，控制舆论导向，误导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比如利用手里边把控的各种媒体和舆论话语权，拼命鼓吹所谓的娱乐至死拜金主义去诱导很多有虚荣心的年轻人借高利贷去消费自己本来负担不起的奢侈品等等错误的让人颓废的思想。比如蚂蚁金服的网络高利贷、腾讯的付费网络游戏和居高不下的房价，这些都是那帮人搞出来的。这些人其实是最可恨的，他们所鼓吹的东西误导毒害了很大一部分的青少年，让他们沉迷于高消费和网络游戏之中无法自拔。
很多人还没有毕业就背了一屁股的债务，造成很多年轻人怎么样，出卖身体啊，卖肾啊，跳楼自杀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使那部分年轻人丧失了本来应该就有的进取之心。那部分年轻人都还不起网络高利贷，怎么去创业去上进呢？还有高居不下的房价，也扼杀了很大一部分草根创业者的梦想，造成百业凋敝。很多草根一家3代人为了一套房子成为了房奴。就像香港过去几年动乱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全香港所有能够赚钱的领域和民生的领域都被那些富豪所垄断了，加上房价高企，年轻人创业无望，看不到希望，被美国人、英国人洗脑之后，稍微一挑拨，就把心中的怨恨全部怪罪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头上，然后就上街打砸抢烧，完事后还有钱拿，你说他们为什么不干，是吧？当代我们中国人被新的3座大山房价、教育、医疗给压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闲钱去消费刺激内需呢？那帮无良的红二代、官二代、富一代、富二代们，通过与各级政府部门里面的腐败分子互相勾结、官商勾结，通过新的3座大山来剥削压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绑架了银行，丝毫不管别人的死活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是发大财了，但是老百姓和国家却倒霉了。他们那帮人是最可恨的，我跟你讲，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被判入狱18年的任志强，还有安邦系的吴晓辉、明天系的肖志强等等，他们坐牢完全是咎由自取，活该，罪有应得啊！政府应该再抓一大批这种人进去坐牢。还好我们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政府还是为了我们普通老百姓谋利益的，否则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真的要吃爱茶苦受爱茶罪了，都要被那帮无良的红二代、官二代、富一代、富二代们一茬茬的割韭菜，压榨的干干净净，然后被人卖了还要替别人数钱，最后还要叫他一声马爸爸。我们草根民众举双手支持习大大和共产党。中国可不是美国，在美国10个最有钱的富豪可以左右谁当总统和左右白宫的政策，然而在中国1万个最有钱的富豪也不可能左右中共政治局的决策，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两国最大的不同之处。然后第3种反动公知带路党，就是一些无良的媒体人，他们为了能够成名，恬不知耻的撰写一篇篇狗血的爽文，传播一些比如娱乐至死等等很低劣、很 low 价值观的文章，来误导年轻人，让他们失去了本来就应该有的进取心。这些媒体人，比如原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梁文道、杨景林是留的，他们经常在节目中夹带私货，传播错误的3观来误导观众。第4种就是各个大学的学者教授，那帮人在学术上基本没有什么成就，就是利用共产党善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给予的各种优惠待遇和特权，到处吃拿卡要，与各级政府部门内和社会各个领域有着相同3观的人结成同盟关系。他们就是蛇鼠一窝，臭味相投恶毒造谣、抹黑、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控制舆论话语权，来迷惑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蛊惑人心，从而达到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邪恶目的。套用原瞎子骂司马南和李毅教授的话，就是物以类聚，时以坨分。那帮反动公知恨国党们就是一坨坨的屎这类公知的危害性最大。毛主席早就说过，路线错了，只是越多越反动，就是说的那帮反动文人的。当初反右运动就是因为那帮人太过分了经常说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共产党还是对他们那帮反动文人太客气了。当初处理右派就是降低一下工资待遇，下放学习班学习，下放劳动等等比较温和的处理办法。后来邓小平上台之后，胡耀邦是总书记，他给所有的人都平反了，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待遇等等，对他们不要太好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比如那个写武汉封城日记而臭名昭著的方方湖北省作协主席梁艳萍，原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教的是日本美学。我从来没觉得日本有什么美学可教，
以我浅陋的知识来言，日本的美学不就是 AV 片吗？还有赵世林，对吧？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等之流啊。他们中的有些人啊，在文革期间受了点小委屈，或者父母辈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啊被镇压过，属于前朝余孽的反动分子。所以那帮人和他们的后代对共产党一直是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跳出来，勾结以欧美反华势力和台独伪政府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拼命的造谣、抹黑、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国领袖毛主席。说实话，他们那帮反动公知、带路党真的不知道对共产党感恩啊！要知道，他们的那些言论，如果是在大明，那就属于谋逆，那就是被夷九族的下场啊！然后剩下活着的家里所有的女性，包括婴儿，都要被送到教坊司。女人去教坊司是什么下场？大家可以去百度去搜一下啊，就知道了。如果活在大清，他们那些人的言论也是属于谋逆。满清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哪次不是杀个人头滚滚呢？没死的就流放到黑龙江的宁古塔，家中的女人全部送给披甲士为奴隶啊！如果他们活在老蒋统治时期的民国，老蒋也不会给你定什么罪名啊，什么审判，他直接叫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啊，直接暗杀了事儿啊。最有名的就是李公朴和闻一多了，大家初中语文课本里面都学过，对吧？所以他们那帮人根本不知道感恩，你知道吧？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共产党是非常优待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就算你有过反共反党的言论，也就是降低一下工资待遇，下放学习班学习一下或者劳动一下，没有杀过一个知识分子。那帮反动公知带路党们，你们就知足吧啊！还不知足，这一帮不知足的东西。说起言论自由啊，目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还有比中国更言论自由的呢？你们别不信，你看国内各路反动公知恨国党们在国内过的是如鱼得水啊，滋润的不得了，对吧？臭名昭著的芳芳在武汉住着大 house， 退休后继续享受着各种厅级局的特权，比如医疗费用全免，还领着高额的退休金啊。梁艳萍原湖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教日本美学的那位，对吧？前段时间仅仅被取消了授课的资格，各项退休待遇仍然保留啊，还过得挺滋润的啊。还有包括那个著名的矮大紧，是吧？名字我不说了啊，端着高级文化人的那个架子上做节目，老是拿着把扇子装斯文，装谁呢？装诸葛亮啊！结果前段时间人民日报那个直播节目就立刻翻车了，被下面的网友们被直接骂回家了，连节目都不敢做下去了。你说对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然后就连那个袁腾飞、袁瞎子这种不学无术的小流氓，他做节目的地方就是在上海的东方明珠旁边，他那个公司叫什么太学传媒，是吧？也是反动那个媒体啊。你看，就是堂而皇之的在那个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是吧？东方明珠是上海的地标嘛，就在地标旁边开个工作室，是吧？给他做节目，嘿嘿，哎，什么世道现在啊？可见那些反动公知带路党群体在国内的日子是过的是多么的滋润呢？以前很多人都喜欢袁瞎子讲历史的讲座啊，觉得他幽默风趣。后来当他聊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很多人就慢慢的发觉不太对劲了，他就开始污蔑抹黑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了。我跟你讲，毛主席的功绩实在是太伟大了，以后我有机会啊，我专门做几期视频，专门讲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袁瞎子这个人人品低下，口德极差，经常满嘴粗话，满口生殖气，根本不配做老师。如果我们的后代让袁瞎子这种夹带私货的历史老师来教育啊，把错误的历史观灌输给孩子们，那真是误人子弟啊！我想起来就可怕，细思极恐啊！我最欣赏的大学老师和学者，就是原来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现任太原理工大学的党委书记郑强教授。他三观很正，国家利益和民族观念非常强，立场鲜明，是我最尊敬的学者。老铁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点击视频下方简介区中郑强教授视频的链接，他说的真的是非常好，水平高，
霸气十足，让人热血沸腾，很有感染力，可以骂醒很多盲目崇拜西方的人啊！真的，我劝老铁们，每一个视频都得仔细看看，我看了都忍不住叫好。你想好了，反观在西方的政界、学术界、教育界啊，凡是有相反意见的，他们会有机会在主流媒体上发声吗？你去试试看，在美欧各国各个主流媒体，如果去赞美共产主义、赞美纳粹、说犹太人坏话、赞美中共 CPC 的各项的成就的，你试试看，立刻就会被主流媒体打压的没法发声，暗底下还要找各种理由给你定罪，定罪完把你送入牢里，就让你坐牢。西方鼓吹的言论自由到底在哪里呢？他们执行的就是双重标准，有利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是有言论自由，不利于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无情打压，没有言论自由，然后罗织各种罪名把你送入监狱，这就是他们满世界忽悠人的言论自由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那些反动共治带路党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对党的政策规定阳奉阴违，虚与委蛇，虚有其表，总是一脸道貌岸然的样子，与人高谈阔论的同时夹带私货，以图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文革期间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遭到过处理，受过一些小委屈，或者父母辈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被镇压了，属于前朝余孽的反动分子。第二种就是那些高傲自负、自认为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是有理想有思想的上等人，别人只能洗干净耳朵听他们的夹带私货的说教，从而达到蛊惑人心、误导民众的险恶用心。第三种，崇洋媚外、挟洋自重啊，自己留过几年学，喝过一些洋墨水，就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了。说话的时候时不时的加了一些洋文来显摆，意识形态已经完全被西方洗脑了，有些甚至已经被西方敌对国家的情报机构招募为可耻的间谍了。比如前央视主持人芮成钢是流芮成钢因间谍罪被判入狱6年，是吧？第四种，见风使舵，骑墙投机取巧派，不断的制造舆论带风向，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比如崔永元、方舟子、梁宏达之流。总的来说，国内的这些公知带路党群体都是一群拜金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犬儒主义的小人，他们都有着令人羡慕的高学历和工作，以及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并且把控了舆论话语权。最可恶的是，他们在一切的公开场合都有意识地说一些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煽动言论，带有明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险恶用心，来达到蛊惑人心、误导人民群众的险恶目的。这些反动公知带路党群体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眼里边只有荣华富贵、纸醉金迷。他们就是一群为钱出卖灵魂、自以为是、目光短浅、靠玩弄话术为生的反贼而已。他们与海湾的那些反共反华的恨国党、独轮运分子沆瀣一气，都是一丘之貉，蛇鼠一窝。本系的视频节目就是要把那些公知带路党群体的光鲜和虚伪的面具揭开，暴露在阳光之下，让广大人民群众好好的看一下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肮脏和丑恶，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险恶、丑陋和恶毒的。他们那帮人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自己趁乱上台，废除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过去的那种人吃人的压迫制度，残酷压榨普通民众。他们认为自己读了一点破书就是高人一等了，就幻想着自己可以当士大夫，成为统治阶级，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继续骑在广大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割韭菜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早就看透了那帮恨国党、带路党、反贼卖国求荣的汉奸丑陋的嘴脸。他们都是无知的怂货、草包软蛋，都是见利忘义、可以出卖祖宗的王八蛋。我们不能再让那些反动公知带路党群体蛊惑人心了。舆论阵地我们不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失去了舆论话语权，就已经输了一半了。俄罗斯的媒体《今日俄罗斯》在法国就做得非常好，完全本地化了，法国本地人也非常喜欢看，说明他们做的是很成功的。现在我们的国际舆论形势非常不好。你看当年毛主席时代的我们输出革命啊，毛主席本身就是笔杆子出身，他还做过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他深知舆论话语权的重要性，
当年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全世界各国的底层人民无不踊跃参与响应。美国黑人到1965年才争取到了投票权，主要就是靠毛主席时代输出革命的巨大影响，黑人兄弟们才好不容易得到了投票权啊，和马丁路德金没什么大关系。我跟你讲，东南亚国家到处都有毛派游击队，到现在还有啊，比如那个印度曼尼普尔邦的毛派游击队，对吧？所以那个年代，西方阵营各国的统治阶级想起毛主席就会浑身发抖，那真是一段让人热血沸腾、激情燃烧的岁月。反观现在，我国对外的舆论宣传工作和那个时代相比，那就是天壤之别。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那个一比较高下立判。这里我要说一下毛主席那一辈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绩啊，我只说他当中一个功绩。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向全世界宣布，不承认和废除一切帝国主义，与前中国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包括巨额的战争赔款、外债和租界。北京、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人民政府收回。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驻兵权被彻底的清除干净了，把所有的国中之国租界都废除了。后来，所有外国在新中国使领馆门口站岗的，只能是中国军人。外国军人在华不得穿军装、携带武器，全世界就独此一家，就我们中国有，对吧？牛逼啊！同时，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也是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的外交战略。在经济上面取消了外国在华企业的特许权，停止赔付一切之前产生的所有赔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形势突变，新中国立刻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以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中美两国彻底的翻脸了。当时各国在中国的资产，英国最多，美国人排在第2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一共有1700多家，其中英国人有299家，美国人排在其后有212家。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上海，光是银行就开了12家。你想想，人民政府对美国的电力、公用事业、房地产等企业实行军事管制，把美国人在这些企业里面的股权、债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专门账户予以冻结，对美国人所属的码头、仓库、船舶、石油公司等产业立即征用，撇开产权问题不谈，先把企业的管理权收归人民政府，对一些物资、房产以及其他可以作价的财产，一律由人民银行按物作价，收回来的资金由人民银行予以冻结。当时有不少美国人的企业早就歇业了，人民政府命令他们限期自行清理出售全部财产，所得款项同样由人民银行冻结。除此之外，对帝国主义过去凭借特权占有的地皮、农田、跑马场之类的地方，全部收为国有，真是大快人心啊！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人民当家做主。上海是美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核心，其资产大部分集中在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率先实行对美资企业的管制，首要目标就是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气公司，主要是民生领域的，对吧？上海解放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对上海电力公司实行了监管，此时它的资产已经达到了5700多万美元。1949年的5700多万美元啊，到现在至少要加20到50倍，我跟你讲。还有上海电话公司，原来也是英国人的企业。1930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用1000万两白银从英国华阳德律分公司买下，并取得在上海英法租界内40年的经营权。在成功实施对电力、电话、电气的3大公司的管制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又分别对包括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 Tesco 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在内的115家美国企业实行了管制。与此同时，北京、青岛、重庆等地也按照中央的方针，对美国企业资产进行了清查、冻结。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才基本结束，正好朝鲜战争结束了，对吧？各地共接收管制美资企业一共304家，冻结的存款有上亿美元。1953年上亿美元啊！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资本家损失惨重，过去几十年的心血全白费了。
所以美国人怀恨在心。美国动用了除了核武器之外的所有常规武器，还是很没面子的输掉了朝鲜战争。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对新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围剿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我们被逼得向老大哥苏联一边倒了。要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国内是满目疮痍，一穷二白。辛亥革命之后，就是10多年的军阀混战，之后就是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接着就是3年的解放战争，所有的家底全部打光了。加上老蒋逃跑去台湾的时候，把国内仅存的200多万两黄金、中央银行内的美金、英镑和故宫里面大量的国宝统统卷包会带去了台湾。新中国当时真的是穷得叮当响，什么都没有。没收美资企业的资产，可以说是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起步资金。没有办法，国家要发展，没有起步资金是不行的。后来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包括毛岸英烈士在内和其他10多万中华好儿女牺牲在朝鲜，以及几十万的伤残军人，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苏联才决定援助中国156项重工业计划。从此新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才慢慢的蹒跚起步了。老铁们，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要知道，一个国家要工业化要发展，如果背了一屁股的外债，没有起步资金和技术援助，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过去南美洲、东南亚、非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搞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是那么穷那么落后呢？就是因为外债和技术壁垒，要发展只能向欧美的银行借外债，很多设备没有技术，自己造不出来，只能买。国民教育程度太差，没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出口受阻，投入了资金没法收回来，要继续发展只能再向欧美银行借外债，如此往复的恶性循环，永远也发展不起来。比如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4小虎一夜回到解放前，连我们的宇宙帝国大韩民国当时都号召民众捐黄金给中央银行来度过危机。所以很多人看中国怎么一开始改革开放就非常顺利，然后就像坐着火箭般的飞速发展，那是因为毛主席那一代人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好了坚实的重工业技术和工业人口的基础。重工业技术、工业人口对工业化缺一不可。如果当年不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债，不去没收所有的英美在华资产，那新中国就没有工业化的起步资金了。当时没人肯借1分钱给新中国，我们这个农业国是根本不可能完成工业化的，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大好局面，坐而忘一了，结局就会像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还在苦苦的挣扎，被永远还不完的阎王债压垮，就会像阿根廷和南非成功的从发达国家回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都是拜西方的民主制度所赐啊！这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国内经济搞不好，就会引发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加剧和政权更迭，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然后国家完蛋，就这样。目前我国官方的对外宣传做得很不理想。前几年某位高层领导去美国访问的时候，竟然说中美之间是夫妻关系，那是真的是有损国格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啊！夫妻论被美国人和国内外的恨国党、带路党当成了笑话谈资。你看，结果川普在2018年照样肆无忌惮地发动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你再夫妻，人家也不屌你，是吧？然后组建美日印澳小北约联盟，进行军事压迫，拉拢所有盟友，全方位地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极限施压。我们的官媒当时竟然连贸易战这3个字都不敢说，只敢遮遮掩掩地说什么贸易摩擦，真他妈丢人呐！我跟你讲，贸易战就贸易战，你怕什么呢？活该让人看不起。那时候的官媒就差去跪舔美国了，我跟你讲，结果呢，不还是要面对现实，不还是要和美国直接对抗吗？松花软蛋，没人会看得起你。敢战才能止战，投降派软骨头永远得不到敌人的尊重和怜悯，得到的只能是羞辱和更多的伤害。套用金灿荣、金政委的一句话，美国人连跪的地方都没有留给我们。这个世界一直遵从的是丛林法则，讲究的是实力，
谁的实力强，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制定规则，其他的人就只能听他的。人类社会不是一直这样吗？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变化过，这就是所谓的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现在应该说真理在导弹的射程之内了。冠名里面只有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还不错，战斗力还不错，又懂中文又懂英文，还不断的奋战在舆论战线的第一线。但是最近又被人连续的造谣抹黑还实名举报他和女下属通奸有2个私生子。我看那些造谣的水平也太 low 了，这一看就像那个法轮功也轮着造谣的套路真没水平你造谣你也得让人相信，你知道吧？你实名举报也没用弄不好那个女的还得吃官司。大家看我们中华大地人杰地灵，每个时代都有杀不完的汉奸走狗卖国贼，也有层出不穷的英雄豪杰。民间有理论有水平有战斗力的舆论战人才多的是，但就是得不到重用。千里马没有伯乐，本事再大也没有用所以说用义害人，庸官误国懒政惰政不作为就是庸官。由于官媒自己不争气所以国内外的爱国网友们才自发的形成了海内外的自干五群体。我们这些自带干粮的五毛就更应该团结起来为国发声，为国家在海外争夺舆论阵地，争夺话语权。就从你我做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聚沙成塔，慢慢的就会改变海外的舆论形势。我们每个爱国的海外华人都应该共同努力，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的道路上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年苏联是怎么解体的，主要是由于苏联的经济结构单一，只靠着重工业和军工产品和一些矿产资源、石油、油气资源的出口，其他工业产品领域根本没有能力和西方阵营竞争。加上美国利用金融手段把控着全世界所有矿产资源的定价权，把石油价格最低打到了8美元一桶，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开发的价格，所以让苏联连续多年在石油出口上大幅的亏损。结果苏联本国的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各种民生资源匮乏，各个加盟共和国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加上以美帝为首的北约阵营对苏联普通民众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洗脑和平演变，造成苏共全党从上到下对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和丧失。结果西方阵营没有动用一枪一炮，就让苏联一夜之间就完蛋了，苏联解体了。可见舆论战和话语权的争夺有多么的重要，苏联的教训深刻我们国内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是顾全大局的，所以国家为了善待知识分子，不想对那些反动公知带路党群体怎么样。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又放得太松了。中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要么一管就死，要么放开不管，这也是懒政惰政不作为的表现。但是我们老百姓看不惯所以我就在油管开频道去喷那帮反动公知、带路党、坑路党、反贼，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把他们的底裤统统扒光，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广大人民群众看清那帮反动公知、带路党、反贼群体的丑恶嘴脸。说起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早在民国的时期我们就玩过了，而且照搬全盘西化。我在上一期骂袁腾飞、袁瞎子的视频里面就说过了，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国，那就是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结果那个时候有100多个政党，无数份报纸，言论绝对自由，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连皇上都没了，对吧？没人管你政客都靠贿选上台，然后就是党争，互相攻击、撕逼，还有暗杀，和现在美国的情况差不多，族群撕裂、党争，对吧？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管本国人民的死活和国家利益。一场新冠疫情，美国人到今天为止已经死了28万多人了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攀升之中。但是你看，美国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客，没有一个人为此负责，没有一个人美国死了28万多人而说过一声道歉的话，没有美国的疫情已经完全失控了，这就是西方几十年如一日鼓吹的民主自由制度。美国人吹嘘的民主自由把自己给玩死了。民国时期中国照搬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也把中国自己给玩死了。在袁世凯死了之后，原来他手下的那帮骄兵悍将互相不服气不买账，就开始了10多年的军阀混战，互相抢地盘，老百姓苦不堪言。北洋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出卖国家利益，卖国求荣。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是因为在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竟然出卖了国家利益，签署了丧权辱国的21条而引发的。对内，北洋政府对内残酷压迫贫苦百姓，台上的政客大捞特捞，搞得民不聊生，国力日渐衰落，这才给了已经工业化的小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机会。小日本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不是所谓的美式民主制度啊。我们中国在付出了超过3000万人口的牺牲和不计其数的财富消耗的巨大代价之后，才赢得了抗战的胜利，成为了2战的战胜国。这些惨痛的教训和血的事实证明，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根本不适合中国社会。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区，我会把郑强教授视频的链接和由油管网友闷男人提供的那些反贼的名单，那些反动公知带路党反贼的名单都贴上去。如果有漏网之鱼，请广大的网友留言，我会持续修改并且更新。谢谢大家。